自降战国对决四皇白胡子，完整盘点顶上战争全过程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顶上战争篇一直是众多海迷心中的最佳篇章之一。这场决战除了巅峰战力的对碰外，环环相扣、见招拆招的谋略对决也极为精彩。海军元帅战国的智谋与四皇白胡子的直觉交织贯穿整场战争，并最终改变了世界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从战争谋略的角度来回顾这场顶上战争。顶上战争从艾斯正式处刑的3小时前开始，海军的目标是完成艾斯的处刑，震慑所有海贼，同时也考虑到了白胡子海贼团不会见死不救，打算在马林凡多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歼灭战，拔除四皇之一，加速大海劫时代的终结。相比之下，白胡子海贼团的战斗目标简单许多，救出艾斯，然后撤出战场，就算胜利。我们最后才来评价他们的目标实现了多少。先来看双方的战权部署，海军作为这场战争的发起者，占据了主动权，并且拥有主场地利。马林凡多地形十分独特，正面是月牙形湾头，背面是巨大的海军堡垒和数座山丘。海军更是早早集结了10万精锐，将马林凡多的湾头直接塞满，同时用50艘军舰将岛屿围住，形成了一个铁桶般的防御。从港口正前方到广场最后的储刑台，打造了3层防御。第一层是映照而来的5名王下七武海，第二层由海军中将和大量海兵组成军队主力，第3层是位于储刑台下方的3名大将，无论是战力还是武器都处于绝对优势。而白胡子这边，本团拥有16番队，除艾斯和萨奇外，剩余14名队长率领1600人的主力，同时麾下拥有43个新世界海贼团，总兵力约5万多人。白胡子虽然被称为世界最强的男人，但战前已经是重病缠身，实力大打折扣。白团要同时对付海军本部和王下七武海，难度极高，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。但老爹还是义无反顾地倾尽所有力量，白团上下也因为与艾斯的羁绊士气高涨，于是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对称的战争开始了。战争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互相试探对手的实力，双方的较量从战争前开始。作为防守方，海军派出了大量侦察船，但全部被击沉，失去了白胡子海贼团的动向。白胡子因此拿到了进攻的主动权，在艾斯处刑前，他们随时有可能发动进攻，这令整个海军本部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于是，在开战前，战国登上处刑台，宣布了艾斯的身世，将这场处刑升级为斩断魔鬼血脉的正义战争，用以提振海军士气，即所谓的师出有名，占据道德高地。很快，白胡子海贼团麾下43个新世界海贼团组成超级舰队，率先出现在马林凡多近海，直接从外围发动进攻。海军立刻进入战斗状态，却没有发现白胡子海贼团本队的踪影。按照战国和阿赫原本的计划，马林凡多外围的海军舰队会先与白胡子海贼团交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白胡子本队的4+1艘战舰通过镀膜在海底前行，直接突破了外围海军舰队的防御阵型，出现在了完全没有布置舰队的马林凡多湾内。这一充满想象力的奇袭行动打乱了战国的部署，原本处于劣势的白胡子海贼团成功抢得先机，迅速缩短了与处刑台的距离，使得海军也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。白胡子随即发动海啸，打算用海水淹没湾头海军，削弱对手兵力，但亲自用一记冰河时代将2侧海啸冻结，随后又将湾内海水冻结，化解危机。表面上看这是亲自的一次炫技，但他也埋下了随后的一系列影响。第一个影响，2侧被冻结的海啸变成了巨大冰墙，连同岛屿一起形成了一个囚笼，将里面的人全部困住，为后来和平主义者围歼海贼提供了有利地形。第二个影响，湾内被冻结的海水成为了临时的立足点，不仅阻止了莫比迪克号继续靠近湾头，也创造了一个战场缓冲区，迟缓了白胡子海贼团攻入广场的速度。海贼们下船战斗，成为包围 B 计划的前置陷阱。第三个影响，白胡子的海啸和亲自的冻结，让路飞小队加快速度赶到了马林凡多，成为整场战争最大的变数。白胡子海贼团与海军的揭幕战就在湾内冰面上打响，由白团本队的队长们迎战海军中将，同时外围的新世界海贼团也发起进攻，目标是突破外围的海军舰队，闯入湾内，策应白团主力。2条战线一起开打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乔兹空手接白刃，不死鸟化解黄猿的8使琼勾玉。作为回敬，乔兹搬起了巨型冰块砸向巨人部队，于是赤犬出手粉碎冰块，并以火山弹重创湾内海贼，击沉了白团其中1艘战舰。至此，双方主要战力的试探结束。3名大将是极难突破的防御，而七武海想要直取白胡子也是相当困难。这一轮较量没有结果，但乔兹挖出了大洞，就在后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双方的斩首行动都没有奏效，于是更加激烈的战斗在正面爆发。白胡子海贼团在队长们的带领下向广场方向猛攻，目标是登陆广场，而海军则是在炮火的掩护下进行阻击战。双方战斗开始焦灼，局势迅速升温。就在这时，破局的关键人物出现了。小奥兹突破外围的海军舰队，成功打穿马林凡多右侧湾头，打开了从外围进入内湾的通道。新世界海贼们蜂拥而入，湾内防守的海军压力迅速增大，但白胡子却对奥兹的行动充满顾虑。如此庞大的体型在战场里无异于标靶，他立刻命令海贼们掩护奥兹。奥兹一鼓作气，迅速突破巨人中将的防御，成功杀到了广场前。但正如白胡子预料的，在实力更强的七武海面前，奥兹变成了活靶子，很快就被击败。在最后时刻，奥兹仍然拼命挣扎着伸向艾斯，终于因为伤重彻底倒下。庞大身躯横跨广场与内湾，但他并没有死，并在之后成为白胡子海贼团翻盘的关键。
奥兹倒下后，白胡子被激怒，命令白团发起新一轮猛攻，冰面上的激战逐渐白热化。与此同时，赤犬离开了战场，独自穿过了城镇，往前线移动，准备去离间白胡子麾下的重要干部大蜘蛛斯库亚德。外围的新世界海贼团此时正在向湾内进军，除了奥兹打开了右侧破口，左侧也被冰之魔女怀迪贝的破冰船撞出了一个大洞。至此，海军的外围防线宣告失败。新世界海贼团开始与白胡子本队会合，战国决定调整战术，开始用电话虫通知各处海军，准备实施包围 B 计划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路飞小队从天而降。前面提到，因为白胡子的海啸和亲自的冻结，路飞他们加速赶到了马林凡多。海军开始用电话虫广播命令时，也恰好被路飞他们接收到。情急之下，操作失误，整艘军舰从天空坠落。幸好之前乔治挖出巨型冰块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缺口，海水抵消了冲击。总数约200人的越狱小队正式登场，玩下七武海全员到齐。伊万科夫和革命军的力量也成为了后面破局的关键一手。路飞在开始战斗前，先与白胡子分享了情报。从海军电话从中透露的信息来看，海军将会在做完某个准备后，提前对艾斯处刑。马尔科随后赶到，从海军截获的情报里，也印证了路飞的说法。白胡子开始思考应对策略，战国有可能是故意泄露情报，扰乱对手。关键在于弄清楚海军想要做什么准备。凭借惊人的直觉，白胡子开始了部署。首先，为了减少潜在的敌人，他说服了巴基，短暂结成了盟友。本战的巴基开始带着强劲的越狱海贼们加入战斗。另外一边，路飞在圣平和伊万科夫的掩护下，朝着处刑台方向进攻。接着，白胡子用电话虫向外围的新世界海贼团下达命令。原本是想让斯库亚德负责指挥全体海贼团，但斯库亚德因为走散无法联系，白胡子于是把指挥权给了迪卡尔班兄弟。新的命令是改变前进方向，攻击两侧的海军舰队。白胡子凭借直觉识破了海军的部分计划，但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圈套潜伏在湾内。只是湾内的战局已经是一片混乱，能力者们厮杀在一起。路飞得到汉库克的援护，并从他手中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艾斯手铐钥匙。伊万科夫大战已经被完全改造的巴索罗米修，命令人妖军团掩护路飞前进，很快就遭到鹰眼的阻击。马尔克立即让比斯塔掩护路飞。路飞与白胡子海贼团开始并肩战斗。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个半小时，眼看条件已经成熟，海军的大动作开始了。行刑士兵突然走上了处刑台，要提前开始处刑。海贼们立刻紧张起来，围观战争直播的人们也开始质疑海军的信用。战国下令切断所有电话虫的联络，确保接下来战争的惨烈不会刺激到整个世界。很快，外围的新世界海贼们就发现自己的后方被围堵，战逃王率领大批和平主义者出现。战国原本的计划是将白胡子海贼团全部赶到湾内合围，没想到两侧湾头都被冲破，又因为白胡子下令攻击2翼的海军舰队，使得白团兵力完全散开，包围计划大打折扣。战国也适时改变了计划，命令海军发动纵向夹击，优先歼灭新世界的海贼们，清洗包围圈外的漏网之鱼。原本正在进攻军舰的海贼们立刻遭到重创，但和平主义者无差别的攻击也破坏了大批军舰。只是白胡子也明白了战国的意图，在被彻底包围夹击前，只要突破包围圈就有胜算。白胡子立刻下令，所有湾内海贼不要管后方敌人，直接向广场方向发动猛攻。海贼们迅速逼近广场，而战国计划的第2步开始了，切断电话从画面，启动包围壁，然后立刻处决艾斯。按照计划，海军迅速撤离冰面，和平主义者的追击也很迅猛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偏偏电话虫出问题了。由于巴基抢走了其中一只电话虫，开启了直播，海军的计划一度无法继续进行。白团顶着强大的火力步步逼近，双方都到了关键时刻。就在这时，被赤犬离间的斯库亚德出现在了白胡子身边，将其刺伤。这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成为整场战争的转折点，白胡子的身体开始加速恶化。斯库亚德控诉自己和其他海贼团被白胡子出卖，而之前战国命令和平主义者优先攻击外围海贼，也正好印证了斯库亚德的说法。这番言论令苦战中的海贼们产生动摇。战国瞧准时机，命令亲自将巴基连同最后的电话虫冻结。人们就在对白胡子的猜疑中，彻底失去了顶上战争的消息。此时，白胡子海贼团四面楚歌，内忧外患，遭到了整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危机。面对濒临崩溃的士气，白胡子开始了一场堪称史诗级的翻盘行动。他先是以极大的宽容原谅了斯库亚德，并打开了他的心结，随后又发动能力，将马林凡多两侧的冰墙击碎，为那些被包围的新世界海贼们打开了一条退路。他们随时可以从海上撤离，这就让谣言不攻自破。仅仅2个动作，白胡子就戳穿了海军的阴谋，重新获得了部下们的信任。但这些只是将胜利的天平稍稍拨回，如果要扭转目前的劣势，还需要更大的动作。于是白胡子一跃而下，作为海贼方的最终主帅，杀入战局。受老爹出击的鼓舞与对海军欺骗的愤怒，将海贼们的士气提升至巅峰。白胡子海贼团一鼓作气冲向处刑台。白胡子加入战斗后，海贼们的攻势更加猛烈，海军则是节节后退，全部登上了广场。由于先前亲自冻结了海水，导致海底的包围壁迟迟无法升起。海贼们一路猛攻，眼看就要登上广场，包围壁终于成功启动。大量特殊钢板组成了一道坚韧异常的防御壁，将海贼们困在湾内。就连白胡子的真正果实也无法突破。眼看海军的计划就要成功，意外又出现了。之前奥兹倒下的地方，血液渗进系统中，导致包围壁动力不足，无法抬起奥兹庞大的身躯。包围壁出现了一个漏洞，白胡子立刻察觉到一丝胜算出现。战国也不敢再耽误下去，
立刻命令赤犬以流星火山轰炸湾内冰层，剥夺海贼们的立足之地。高温火焰造成了巨大伤害，白胡子海贼团主船莫比迪克号也严重受损，通往广场的冰层完全消失，海贼们全部掉入大海，其中包括了刚刚被冻结的巴基一伙。他们因为升温的海水侥幸解冻，给后来恢复电话床直播埋下伏笔。到这里为止，海军的包围壁计划几乎完全实现，战国宣布作战基本胜利，准备立刻执行艾斯的处心。局势对海贼来说极为不利，绝境中的海贼只能不顾一切的冲向唯一的缺口。但这么明显的出路，海军显然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守株待兔般的猛烈炮火又对海贼们造成巨大伤亡。然而就是这一阵炮火，令昏迷中的奥兹再次苏醒。恰好此时，路飞在圣明海流的帮助下，越过防御壁，直接冲到了三大将面前。这一鲁莽的攻势虽然没有奏效，却吸引了广场内海军的注意，给白胡子争取了宝贵时间。他命令奥兹原地待命，然后拿出了秘密王牌，一直藏在海底的第5艘船。海军的炮火立刻向船只集中，却忽略了更为关键的奥兹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奥兹已经一口气抱起船只，将白胡子以及所有海贼送进广场。这出乎意料的翻盘一手，在这将双方拉回军事。白胡子海贼团虽然付出了惨重伤亡，却成功突入广场。本团与新世界海贼合并一处，形成强大战力，距离储星台也只剩一步之遥。海军过于依赖包围壁，最后因为一处破口功亏一篑。广场上并没有设置防御机关，无险可守。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最惨烈的白刃战。白胡子一声令下，发动总攻，带领队长们与大将、中将七武海展开决战。双方主要战力激烈交锋，整座广场陷入混战之中。马尔科抓住机会突袭储星台，却被卡普阻止。想要突破这最后的防御，恐怕不是仅凭战力就能做到。随着战斗的持续，拥有三大将、王下七武海、合并主义者等等强大战力的海军逐渐占据上风。白胡子伤势恶化，遭到赤犬重创。马尔科乔兹因为分心而被黄猿亲自击败，白胡子海贼团陷入苦战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原本已经重伤倒下的路飞恳求亿万科夫的帮助，在亢奋荷尔蒙的刺激下，获得再次战斗的力量。路飞小队又一次向储星台发起攻势，战国决定施以致命一击，彻底瓦解海贼们的战意，命令海军继续围攻白胡子，并再次开始对艾斯的处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路飞爆发霸王色，震晕了储星台上的2名行刑士兵，中断了处刑。这一突发状况瞬间扭转了战场风向，路飞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。白胡子决定开始豪赌，将救出艾斯的希望寄托在路飞身上。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队长们一起掩护路飞前进，自己则留在战场中心，吸引海军火力。路飞在海贼们的帮助下，开始单点突破，制造出了局部优势，从海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。更让海军猝不及防的是，革命军闪电特殊的能力，在储星台下掀起了一座长桥，直接通向艾斯。这一次拦在储星台前的依然是卡普，但面对自己的家人，卡普最后还是没有阻止路飞。也许能过这关的也只有路飞了。草帽小子在桥梁崩塌的最后一刻冲上储星台，战国随后发动能力攻击路飞，黄猿也用机关打断了手铐钥匙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密斯特索里加尔蒂诺早就伪装成了其中一名处刑士兵。海军曾经离间斯库亚德，没想到自己也被海贼渗透。密斯特索里的拉拉果实能力发挥出了关键作用，在最后时刻做出了新的钥匙。艾斯带着路飞冲出火焰，宣告解放。至此，这场战争白胡子海贼团的目标已经达成，但战斗还远未结束。艾斯得救后，海贼们士气大振，海军则一时慌乱起来。白胡子海贼团的船突然开动，冲进广场中心。斯库亚德为了赎罪，带领大倭蜘蛛海贼团准备牺牲自己为伙伴们断后，但却被白胡子阻止了。已经接近极限的白胡子决定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掩护所有人撤出战场。艾斯救出后，白胡子也就不再需要顾及岛屿的安全，打算用最大的破坏力来阻止海军的追击，哪怕不惜将整座马林凡多沉入大海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巴基的电话虫恢复意识，外界再次看到了战争场面。东波期间发生的事都被略过了，人们并不知晓残酷的包围壁计划，也没有见到白胡子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只看到了艾斯解放，白胡子身受重伤，马林凡多濒临崩溃的惨状。战国想要控制情报的想法再次落空，海贼们遵照白胡子最后的命令，开始往港口方向撤退。此时的处境依然非常危险，马尔科因为被戴上了海螺石手铐，无法行动；乔治被亲自冻结，完全失去意识。即便有白胡子的掩护，想要全身而退依然困难重重。双方的战略目标都发生了改变，海军从歼灭战变成了追击战，但士气却低落不少。关键时刻，又是赤犬的行动改变了战局，利用艾斯对白胡子的敬重，挑衅艾斯向自己发动进攻。最后，艾斯为了保护路飞，被赤犬的岩浆重拳击穿。这一突发事件再次改变战局，海贼们奋战到此刻，终究无法改变结果，所有人陷入悲痛之中。白胡子愤怒的一击重创赤犬，几乎将海军本部摧毁，冲击的余威撕裂岛屿，将他自己与其他海贼分隔在两边。海军的追击被迫中断，新世界海贼们迅速将剩余的船只集中到湾头，准备接应伙伴们撤退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候，黑胡子海贼团出现，白胡子在与地奇的了断中战死。临死前，他再次向世人宣告，王必死是真实存在的。这就让战国想要通过这场处刑和战争震慑海贼的目的彻底落空。世人通过电话虫的画面见证了艾斯和白胡子的结局，海军付出惨重代价赢得胜利，但战斗远未结束。亲自再次将岛屿周围的海水冻结，所有船只都无法出航。
赤犬从地底重新回到战场，继续追杀海贼们。另外一边，帝骑夺取了白胡子的真正果实，开始大肆破坏。战国与卡普联手大战黑胡子海贼团，赤犬一路追杀路飞，直到冰面上，被马尔克率领队长们挡下。双方再次爆发激战，马林凡多无休无止的战火，终于在红发香克斯到达后结束。战国答应将白胡子与艾斯的后事交给红发。由于巴基的直播，战争的真相已经传遍世界，海军也就无法再对两人的死大做文章。最后，由海军元帅战国宣布战争结束，海军成为了战争的胜利者，却让大海变得更加狂暴。黑胡子取代白胡子迅速崛起，海贼们对One Piece的争夺有增无减。白胡子海贼团输掉了战争，船长战死，艾斯也没有救出，从此走向没落。但路飞作为下一个时代的希望，在这场战争中觉醒了。回顾这场巅峰决战，无论是战力水平还是参战兵力，都是海贼王目前之最。它的精彩也不仅仅是因为交手双方的强者之多，更在于这场战争中双方谋略比拼与不断的反转。从550话战争开始到580话战争结束，短短30话呈现出一场节奏紧凑、热血沸腾的巅峰对决。这个时期尾田的画风也是最为细腻的阶段，众多因素一起造就了这个经典篇章，成为无数海迷的入坑之作。还记得你当时看到这里时的感触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我是朱亚本，下期见啦！